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我们房地产，我们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事情是关于租客的问题，可能养宠物啦，或者开 party 啦，然后把这个房子 damage 了，把房子就损坏的很厉害，这个房东也是非常的头疼。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啊？假如用什么样的保险可以保护到这些屋主，就是避免或者减少这样的损失呢？明白，其实这种情况下也是很多屋主的一个误区，尤其是condo的这些屋主。然后第一，银行也没有要求强制他一定要买这个保险。第二，就是他自己有的时候他觉得，大楼有大楼的保险，租客又买了租客的保险，那对于我来讲，是不是就不需要买保险了？对，其实这种观念真的是错误的。对，大楼保的只是它里边所有的公共的区域，对吧？这些不管是外立面也好，还是楼道也好，还是它这个什么电梯也好，但是它不保这个屋主里边的这些房子的问题。然后对于那些租客来讲，他租客买的保险又是保障的是他自己的物品不受损失，但是他也不保障这个房主他这个房子有什么任何问题。所以这就导致其实外边也不赔，里边也不赔，那他所有的损失都得他自己来赔，对吧？所以现在我们就希望所有的这些房东们，这个房子毕竟是你花了大几十万买回来的，甚至上百万，对，你要真的要爱护它，对吧？你怎么爱护它？你就每一年可能才交1000多块钱，甚至几百块钱去买这么一个保险，保障里边所有的这些设施，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考虑我们怎么保障更全面，而不是说我们怎么省钱，怎么不出钱，恨不得就不保了。对，因为一旦出了损失，只要是你屋里的东西受到了损坏，那么全部都是你自己的保险。因为你看前几年在样和 Shepherd 北约克那个绿色的像大葱一样的那个楼是全楼是全楼漏水是吧？然后很多人的地板啊，可能墙面啊都 damage 了，都被损坏了。所以呢，屋主呢都要自己来花钱去装修这个事情。但如果你有保险的话，其实保险就可以 cover 一部分了。没错，没错。而且呢，就是只要是有租客的哈，再提醒大家一下，一定要买租客保险。因为也有的人呢，房东呢，他们就比较疏忽吧，他就认为租客，他有的人就干脆不知道租客应该买保险。第二个，他觉得也不重要，觉得租客只是在这里住，房子是我的，可能也没有提醒他们去买保险。但是，一旦租客在这房子里发生的一些情况的话啊，假如像你说的摔倒啦、受伤啦，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的话，那到时候呢也是需要赔偿的。对，而且保险公司其实在卖这种，就是房东在买他的出租保险的时候，保险公司一定会问他，你的租客到底有没有保险。所以其实这样的话也是对于房东一种保障。